罗德里戈想在今年夏天离开，他最近会签约一名顶级的经纪人来帮助自己。这个决定据说早已敲定，没有任何回旋余地。这位前皇马体能教练分析后发现呀，有一个远比膝伤更严重的问题。如果膝关节周围的肌肉群，像股内侧肌、股外侧肌、股直肌和小腿三头肌，如果出现疲劳，那么膝关节就会承受额外的压力，而这正是皇马目前体能状况不佳的直接后果。球队的体能水平亟待提升，只要皇马在西超杯输给了马德里竞技，他就会帅位不保。新的一年对他来说，就是从一场决赛走向下一场决赛。他未来几乎每一场比赛都要为自己继续坐在教练席上的未来而战。朋友们，今天老 K 带着家人和朋友到了蒙特利尔去冰钓，一开始是信心满满呀，30几根杆啊，或者40多根杆，这实现了老 K 过去的梦想啊，40几根杆一字六开，然后捧起一本书慢慢翻阅，铃铛一响我就提鱼。不过就跟斯洛特和阿隆索在利物浦和皇马的处境一样，理想无比丰满，现实却如此骨感。最后经过了一天的努力，我们终于钓上来了1条鱼，但却同时支撑了2红汤和清汤。所以今天的节目恳请大家包涵，咱们这个节目就像一家人，主打3个字：人情味儿。所以欢迎您，谢谢您的点赞、支持、分享和热推。老 K 足球新闻，有温度的足球频道 ，Thank you very much。今天的比赛 ，AC 米兰果然1比0客场战胜了卡利亚里。比赛中上半场，阿波多和马奇泰利的打门都非常危险，下半场莱奥破门，而且打中门柱，还有普里西奇和莫德里奇的射门都被门将奋勇扑出。这一场胜利既能够让 AC 米兰在积分榜首巩固自己的地位，也能让老 K 的娱乐性预测继续保持高胜率。今天的转会市场方面，一方面是 AC 米兰的菲尔克鲁格的租借终于尘埃落定，买断费500万欧元。另外，关于皇马的重磅新闻，罗德里戈想在今年夏天离开，他最近会签约一名顶级的经纪人来帮助自己。这个决定据说早已敲定，没有任何回旋余地。他和自己的父亲已经汲取了去年夏天的教训。当时尽管有多家英超球队询价，并且开启谈判，但罗德里戈最终选择留下，转会也没有能够成功。而现在只是感觉又浪费了1年，所以罗德里戈定下了全新的转会策略。第一步就是要签下一位颇有声望的经纪人。近几个月，欧洲和南美多家顶级的经纪公司都向他抛来了橄榄枝，也都进行了正式会面。而现在，罗德里戈正在和2名超级经纪人进行深入的谈判。这2位都愿意为了签下他，甚至支付一笔丰厚的签约奖金。也就未来几周，罗德里戈就将敲定最终的合作人选。小将的目的很明确，想要顺利离开皇马，必须要有一位擅长处理重磅转会的知名合作人。现在的消息，如果只看球员个人的意愿，他甚至想这个冬窗就完成转会，无论阿隆索的未来如何。据说现在阿隆索的帅位和皇马在西班牙超级杯的表现挂钩。接下来半决赛，皇马将对阵马德里竞技。不过这个冬窗离队的方案基本不可能实现，尤其是皇马的姆巴佩又受伤了，这种可能性就微乎其微。所以罗德里戈必须身披皇马球衣，完成本赛季的征程。而且现在罗德里戈必须耐心等待2026年的世界杯。巴西队那边安切洛蒂肯定会为他预留一个首发位置，而且会让他扮演球队核心。球员认为，在世界杯的比赛环境甚至比本赛季伯纳乌的处境要友好得多。毕竟现在在皇马，所有的战术部署都围绕着核心姆巴佩，而巴西双子星维尼修斯和罗德里戈跟安切洛蒂的关系是非常好。从数据上看，他本赛季代表巴西队出战了4场友谊赛，打入的进球数竟然和代表阿隆索执教的皇马出战的21场比赛的进球数持平，都是2个球。现在看，未来大巴黎或许会考虑签下他。虽然大巴黎左中右3条锋线的位置人员储备都很充足，所以罗德里戈如果去 PSG， 身价预计在1亿欧元左右。要知道，在过去的12个月，他的身价已经下跌了4000万欧元，只剩6000万欧元。另外一方面，德甲豪门拜仁慕尼黑对罗德里戈没有吸引力。去年夏天，罗德里戈方面就希望采取竞价的方式推动转会，有多家中间人同时向不同的球队推荐球员，但这种做法反而影响了转会的推进。那么到了明年夏天，罗德里戈方面将采取统一的转会策略，而英超 Big6 球队的竞价也会有序的进行。现在看，曼城和阿森纳、瓜迪奥拉和阿尔特塔都对他密切关注，甚至还包括红军利物浦。尽管利物浦已经在夏天投入了4.83亿的欧元，那么这样看来，皇马阵中的巴西球员阵营正在分崩离析。小将恩德里克得不到重用，已经租借加盟里昂了。
而维尼修斯在伯纳乌的比赛甚至遭到了自家球迷的嘘声，所以巴西双子星和皇马的关系已经渐行渐远。现在看来，下赛季可能就只剩一个米利唐这一位巴西球员了。况且米利唐也是近年来饱受伤病的困扰，目前也处于养伤状态。哈哈，老 K 去年夏天就说了，无论如何罗德里戈必须走，必须走。看来他自己也早就看穿了这一点，只是因为之前没有好的经纪人，所以没有成功。OK， 关于皇马的新闻，最近福布斯刚刚发布了2025年全球最具价值的体育球队完整榜单。足球虽然贵为第一运动，但是足球俱乐部就只有皇马和曼联这两支跻身了前25名，皇马排名第20，曼联排名第24。现在关于主教练阿隆索最重要的考试，西班牙超级杯就要来了，可姆巴佩的膝盖却受伤了。最新的报道，姆巴佩几乎不可能参加超级杯，除非产生奇迹。他的伤势据说相当严重，是左膝的扭伤，这是一种严重伤病。可是皇马方面即使如此仍然对姆巴佩存在一丝希望。要知道，过去3场总计270分钟的比赛期间，他一直是带伤坐镇，关节一直受损，从未达到100%状态，甚至不断的带伤上阵，已经让他的膝盖越来越伤，伤情越来越重。可如果没有他，那么就只剩2种替代方案，第一个是贡萨洛加西亚，第二种方案就是采用安切洛蒂为贝林厄姆量身定制的方案，也就是这种战术让贝林厄姆在金球奖排名前3。关于姆巴佩的受伤，皇马的前体能教练何塞·路易斯认为，他的受伤是球队体能远远没有达到理想状态的后果。这位前皇马体能教练分析后发现有一个远比膝伤更严重的问题。如果膝关节周围的肌肉群，像股内侧肌、股外侧肌、股直肌和小腿3头肌，如果出现疲劳，那么膝关节就会承受额外的压力，而这正是皇马目前体能状况不佳的直接后果。球队的体能水平亟待提升。要知道，神经肌肉因素至关重要，在许多情况下，它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最大的摄氧量。像姆巴佩这类爆发力极强的球员来说，尤其是如此。无论是急停、变向冲刺，还是身体对抗，姆巴佩都需要依靠出色的快肌纤维来发挥全部的潜能。一旦肌肉无法保持最佳状态，就会出现疲劳，无法对膝关节形成有效支撑，这会导致关节的稳定性下降，受伤风险就会呈指数级的上升。所以，如今的现代足球赛场，力量是球员最重要的身体素质。高强度的比赛节奏要求他们必须具备出众的力量，力量训练是球员达到理想体能状态的关键。对于姆巴佩这类速度型的球员来说，更是重中之重。所以现在看，这就是把平图斯换掉的后果。阿隆索的教练团队里，在体能训练这一块是不合格的。而在超级杯前下一轮的西甲联赛，皇家贝蒂斯方面，安东尼已经回归训练，准备好了首发出战皇马。他是贝蒂斯主教练佩莱格里尼战术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最引人注目的威胁之一。安东尼本赛季各种比赛已经出场了19次，8个进球，5个助攻，甚至比上赛季超神的表现还要发挥出色。好，另一方面，租借到里昂队的巴西前锋恩德里克因为注册的问题确认无缘本轮法甲。主教练丰塞卡也同时说，球员的身体状况还没有准备好踢满90分钟，所以他的首秀预计将推迟到1月12日的法国杯。主教练丰塞卡评价，我认为恩德里克非常出色，他本周开始训练，适应进展非常顺利，他就是我们需要的球员，与众不同，全队都已经欢迎了他。而随着恩德里克去法甲，他的前队友皇马的卡马文加第一时间给他上了第一课。重点的不是战术，也不是训练，而是法国足坛最火爆的德比仇恨之一——里昂和圣埃蒂安的死敌关系。卡马文加直接说，在里昂绝对永远不要在任何情况下穿绿色的衣服，因为那是圣埃蒂安的象征颜色。哪怕是开玩笑，也千万不要穿帕尔梅拉斯的球衣。在这座城市，颜色不是审美问题，而是立场问题。所以对于刚刚踏上法甲的恩德里克来说，这堂文化课可能比语言课还要重要。最近欧洲媒体公布了皇马的年薪，姆巴佩是7167万欧元，维尼修斯是3750万欧元，阿拉巴2800万，贝林厄姆2500万。所以也难怪小熊维尼修斯闹着要涨薪水，毕竟姆巴佩的薪水已经快他的3倍了。好，现在皇马的老队长卡瓦哈尔已经越来越接近回归，他的目标就是在西班牙超级杯能够上场。那么明年夏天皇马中场重建的关键角色将是科莫队的尼科帕斯。
他在科莫进步明显，皇马也几乎确定6个月后的夏窗一定会将他买回来。今天还有个新闻，过去皇马的老队长39岁的拉莫斯可能会成为塞维利亚的新东家。塞维利亚是他过去成长的俱乐部，在转会皇马之前就是在这里起步，并在职业生涯后期曾经回归效力过1个赛季。但是有一个法律方面的问题，如果参与收购塞维利亚，将直接触发限制，拉莫斯将无法在西甲出场，原因在于所谓的反皮克法案。当时仍然为球员的皮克参与了西班牙皇家足球联合会和沙特政府之间的中介协调，促成赛事在当地举办，还拿到了可观的分红。为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西班牙政府加入该条款，明确禁止现役运动员与其可能参与的赛事存在商业关系，来防止利益冲突，并确保竞技的公正。所以，如果拉莫斯最终完成对塞维利亚的收购，他将无法加盟任何西甲或者西乙的俱乐部。他作为球员的未来，只能在西班牙之外的欧洲其他联赛继续展开。今天最重磅的消息，哈维·阿隆索的执教处境已经确认。只要皇马在西超杯输给了马德里竞技，他就会帅位不保。新的一年对他来说，就是从一场决赛走向下一场决赛。他未来几乎每一场比赛都要为自己继续坐在教练席上的未来而战。本周日1月4号，皇马将先迎战贝蒂斯。上一场皇马对塞维利亚的表现已经引发了看台的嘘声，所以面对目前排名第6的贝蒂斯，现场气氛如何非常值得观察。而真正的关键考验就是即将到来的西班牙超级杯。1月8日半决赛先是迎战马德里竞技，如果输给马竞，可能就会丢掉帅位；如果顺利晋级决赛，那么在决赛中他需要再次证明自己，对手将是巴塞罗那或者毕尔巴鄂竞技。俱乐部方面已经将这项赛事作为了哈维·阿隆索的缓冲期。皇马高层不仅关注教练团队，也会将责任指向球员。老佛爷希望教练和球员们都能够在西班牙超级杯中做出非常积极的回应。如果球队延续目前这种颓势，那阿隆索可能成为首位承担后果的人。而到了6个月后的夏天，调整的范围会扩大，届时许多球员会承受代价。简单说一句话，不行就给我都滚蛋。现在转会方面，皇马已经提前出手，盯上了水晶宫后方核心格伊。皇马已经和他的经纪团队取得联系，据说格伊倾向于在6个月后的夏天以自由身加盟伯纳乌，皇马被他视为理想的下一站。但是现在利物浦同样对他保持非常强烈的兴趣，而且持续关注他的合同动态。一边是英超豪门利物浦，一边是伯纳乌皇马的吸引力，所以这场免签的争夺战已经悄然拉开序幕。对这件事，过去老 K 认为利物浦是抢占了先机，但随着斯洛特的利物浦战术打法越来越差，而皇马阿隆索虽然也不行，但是皇马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对球员来说，加盟皇家马德里的兴趣永远值得重视。所以现在看6-4开，皇马也许有60%机会得到格伊。而另一方面，关于维尼修斯的续约问题，现在小熊维尼已经展现出罕见的妥协姿态，主动降低最初的薪资要求，为双方达成协议扫清了关键障碍。而球员这一份诚意的背后，是想留在伯纳乌无比坚定的执念。最初维尼修斯的续约要求是2000万欧元的固定，再加最高1000万欧元的绩效奖金。如果这个方案能落地，那他的总收入将登顶皇马队内第一，比肩姆巴佩效力大巴黎的顶薪水平。去年5月，双方曾经一度达成共识，但随后皇马突然调整了策略，取消了1000万欧元的浮动奖金条款。而经过了几个月后，25岁的维尼修斯并没有选择强硬对抗，反而展现出十足的诚意，主动下调固定年薪要求。目前他和皇马的薪资分歧已经缩小到大约15%，折合金额也就是200万到300万欧元。像这个差距已经被普遍认为完全具备协调的空间。而他态度转变的关键，就是老佛爷在2025年底和他进行了深入的会谈，明确表态将维尼修斯视为球队未来10年的新的旗帜，同时承诺无论阿隆索是否留任，维尼修斯都将是皇马不可动摇的核心和象征。所以随着续约谈判进入关键阶段，双方关系已经明显回暖，续约落地值得期待。现在马雷斯卡离开之后，切尔西内部的气氛果然如老 K 所说，部分球员认为未来或许难以竞争冠军，不同的人对主教练马雷斯卡的看法也不统一。上赛季马雷斯卡率领切尔西获得了英超第4，还拿到了欧协联和世俱杯冠军。有些内部人士担心这种成功可能让他有些骄傲自满，他们认为马雷斯卡或许多少有些傲慢，
但是许多球员都乐于在马雷斯卡的麾下工作和比赛。许多人说，他和俱乐部之间的问题并没有被带到更衣室，更衣室内的氛围依然是积极向上。马雷斯卡被内部很多人认为是俱乐部的稳定力量，也是能够在比赛中和强队抗衡的关键因素。但如今他走了，球员们担心球队又回到过去的原点。他的离开对更衣室产生了非常重大的影响。自从2022年5月伯利和青湖集团接手切尔西以来，现在已经和4位正式主教练分道扬镳。球员们认为这种频繁更换主教练的做法很难让切尔西持续去争夺冠军，但也有人说马雷斯卡让有一些球员很难在球队中获得一席之地。许多球员不知道如何赢得他的战术上的信任，特别是对马雷斯卡的轮换感到沮丧，导致他们很难找到比赛的节奏，往往是踢了一场比赛之后就被排除在首发阵容之外，这让球员们很难找到状态。另外有一些认为马雷斯卡获得了世俱杯之后就想效仿他最崇拜的偶像之一瓜迪奥拉，想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尽管他从一开始就了解切尔西的运作体系，不可能再出现一个瓜迪奥拉。另外25年10月份马雷斯卡更换经纪人为超级经纪人门德斯，这个举动在足球界被视为是重大举措。今天关于马雷斯卡的各种消息仍然不断传来，但看上去像是各方都在放消息。有人说马雷斯卡通常会在每场比赛之后和切尔西的至少一些高层成员交谈，更衣室内部的谈话很正常，无论比赛结果如何都会进行。而俱乐部的消息人士说，这种做法是为了向所有人包括球员表达支持，并不是为了质问马雷斯卡刚刚发生过的事情。而且马雷斯卡合同确实规定他必须告知曼城自己和其他俱乐部之间进行的任何谈话。那么有消息说尤文图斯确实曾经接触过他，但是尤文图斯那边立场的人士却说他们对自己斯帕莱蒂的执教非常满意，没有另寻他人的打算。尤文图斯还补充说，俱乐部从未讨论过和马雷斯卡接触的可能性，而马雷斯卡这边的人也坚持称马雷斯卡明确表示自己无意离开切尔西，并且乐于续约，尽管双方并没有就续约条款进行过任何讨论。切尔西方面却表示，切尔西这么做是有充分理由的。马雷斯卡当时正处于一份至少5年合同的第2个赛季，所以马雷斯卡承认自己和其他球队有过接触，加上切尔西近期状态低迷，再加上对阵埃弗顿后的新闻发布会上的表现，让切尔西方面对他能否专注于切尔西产生了怀疑。自从 TA 媒体方面爆出马雷斯卡可能执教曼城的消息以后，切尔西还没有尝到过胜绩。而在切尔西和伯恩茅斯2-2战平以后，他并没有在更衣室里和球员们进行任何感人的告别，随后也没有出席赛后新闻发布会，他只是换好了衣服之后就离开了，没有和球员们说一句话。所以了解情况的人都说他当时已经下定决心要离开。切尔西球员们当时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球员们知道在离开斯坦福桥的路上可能会有什么事儿发生。他们收到了消息，原定于周3进行的恢复训练以及之后的1天休息突然改为2天休息。那么新年夜，马雷斯卡的经纪人豪尔和门德斯就跟切尔西开始进行会谈，主要就是怎么离队。有些人说是马雷斯卡已经辞职，但俱乐部内部人士则说是切尔西俱乐部做出了这个决定。由于他的合同还有3年半才到期，唯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补偿的金额。据知情人士透露，他的合同不会全额支付，而且和解方案也不会对俱乐部造成负面的财务影响。现在切尔西的主帅方面还是最终决定聘请罗希尔，而法甲的斯特拉斯堡方面就必须要物色好他的继任者。目前看上的是美国明尼苏达联队的33岁主教练埃里克·拉姆齐。这一位会说法语，而且之前曾经担任曼联的助理教练，而且还当过切尔西 U23 梯队教练。现在斯特拉斯堡的主教练罗塞尼尔执教切尔西已经近在咫尺了。在最近的发布会上，罗塞尼尔被问到自己近期的未来，他表示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而切尔西的股东为了斯特拉斯堡不至于在这件事上完全颜面扫地，所以预计会支付一笔补偿金。那么关于这件事也就没有太多的问题了。关于斯特拉斯堡倒是有消息，如果主教练罗希尔被强行的上调切尔西，那主席凯勒将辞职，因为确实太过分了。斯特拉斯堡的球迷已经抗议很久，是可忍孰不可忍。现在连切尔西的球迷组织也出来抗议了，想抵制美资老板，提出了6点整改诉求。第一，要有明确的问责制；第二，要终结所谓的微观管理文化；第三，在引援方面要灵活变通，而不是追求数量；第四，董事会要稳定；第五，管理层要提供切实的支持；第六，切尔西必须冲击重要的冠军。不过这些都没有用啊！以老 K 的理解，过去曼联球迷、阿森纳球迷对美资老板的抗议怎么样？
最后的效果是聊胜于无。包括斯特拉斯堡的主席，你该辞职就辞职吧，丝毫不会影响到资方的权利和权力的运用。今天，关于切尔西已经离职的前主帅马雷斯卡，太阳报竟然发来独家消息。记住啊，这可是太阳报，太阳报发花边新闻是挺准的，但关于主教练或者足球真正的新闻，咱们起码得打100个问号。今天这一份独家消息说的是关于马雷斯卡要去曼城，其实部分内容来源于曼联老特拉福德内部的一些传闻，所以曼联似乎卷入了斯坦福桥最近上演的肥皂剧。具体这件事是不是因为曼联想意图扰乱切尔西的阵脚还不明确。太阳报这篇报道也是不详不实的。总之，最终导致马雷斯卡在新年当天离任。不过确实啊，最近4年每到转会期，瓜迪奥拉要走的新闻就层出不穷。老曼城球迷都知道，这可能大部分是曼联散出来的。只有去年没有这样的新闻，因为去年曼城成绩太差，所以搞内鬼这件事谁也比不过曼联，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除此之外，曼联的消息还说，尽管他们现在阵容方面危机严重，可仍然希望在1月份将托比·科里尔再次租借出去。科里尔在11月遭遇小腿伤势，所以曼联取消了他和西布朗的赛季租借合同。因为他在那里确实难以获得稳定的出场时间，之后就返回了曼联的卡灵顿训练基地。不过这孩子回到曼联也上不了场，所以还是把他再租借出去吧。另外，针对6个月前去年夏天曼联中场的目标巴莱巴，现在曼联将就东窗签下他展开探讨。不过预计也不会有任何进展，因为布莱顿那边还希望把巴莱巴留到6个月后的夏季转会窗口开启。而2026年，曼联的首要任务就是要签下至少1名，或许签下2名顶级的中场球员。除了巴莱巴之外，其他的目标仍然是诺丁汉森林的埃里奥特·安德森、水晶宫的亚当·沃顿以及狼队的若昂·戈梅斯。除此之外，还在关注一些年轻球员，例如里尔队的阿尤布·布阿迪，还有奥林匹亚科斯队的克里斯托斯·穆扎基迪斯。锋线方面，由于塞门约注定可能会加盟曼城，所以曼联在密切关注水晶宫的前锋让·菲利普·马特塔，还有莱比锡的边锋迪奥曼德。好，兄弟们，感谢大家的支持和理解，也感谢您的点赞、评论、分享和热推。这里是老 K 足球新闻，咱们明天再见。这个叫冰钓，就是把猪肝或者虾穿在这上面，虾每20分钟换一次，然后放到这个河里面去。猪肝每4分钟换一次。哇，这个炉子我最喜欢了。我先用我这个电磁炉。这个炉子我是很觉得有意思。哎，你看，哎，你看。是有根据的哈。我来添一个木头。添一个木头，做点这种没有什么意义的事情。做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就是人生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刘洋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做这种。哇，你看这个啪啦啪啦的感觉，太爽了，兄弟们，新年快乐啊！哎，没关上。OK， 这就关上了。现在这个你看，密集的阵法已经下了几十根杆了。输出还是蛮多的。就用猪肝，老板给的。哎呀，我这刚才有咬的，我感觉到了。是吧？刚才有咬口了。有咬。真的吗？有咬口的感觉。我这刚才感觉底下有震了。那两边都有，看两边都是10几个。来了吗？火锅都已经煮上了，就等鱼上钩了。我手机旁边怎么也不掉了？一排一排的，你看。掉了还是捞到？这得是小的，有劲儿，有劲儿。这一股这个北七中骨的味道。说明书，哎，它是成都的。